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 Newsbrows 新闻播报。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 CENTCOM 于今日宣布，美军昨日向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轮联星号 MZ Lion Star 发射导弹。该船试图驶往伊朗位于阿曼湾沿岸的港口，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在发出逾20次警告未获回应后，美军一架军机向该船轮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并停止航向伊朗。声明未提及船员伤亡。CENTCOM 表示，在与伊朗停火期间，美军已使5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勒令116艘船舶改道，全力执行封锁措施。美国目前执行伊朗港口封锁行动，而伊朗则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尽管有长期结束战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谈判，最终共识仍未达成。此事件凸显地区紧张与美方维持封锁的坚决。大纪元报道，欧盟委员会于周五5月29日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不可持续，并誓言将采取更有力的应对措施。此举背景是西方各国政府正试图扭转向中国外包的局面，因为这种外包导致本国工业技术和产业中心大量流失。数据显示，欧盟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从2024年的3120亿欧元扩大到去年的3600亿欧元，并在2026年第一季度进一步显著扩大。欧盟委员会正在为6月18日至19日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准备各种方案，可能包括强制欧盟企业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或引入新的贸易机制，以限制中国在化工、金属以及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以法国为首的多国政府要求采取行动保护本国产业，而像德国这样的出口强国则建议谨慎行事，担心失去庞大中国市场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德国也日益担忧中国商品倾销正在削弱其制造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据报正主张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中共外交部则指责欧盟选择性使用贸易数据，并威胁称，如果欧盟采取买欧洲货政策，并修改技术主权政策，北京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DW 报道称，奥地利蒂罗尔省的抗议者暂时关闭了布伦纳高速公路。这条道路是连接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关键阿尔卑斯山交通干线。当地居民发起示威，指出布伦纳路线的交通量已失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布伦纳通道是欧洲最繁忙的阿尔卑斯山交通要道之一，每年处理超过1400万辆汽车。为应对此次封锁，当局已敦促驾车者避开该通道，并避免非必要出行。此次抗议凸显了居民对脆弱阿尔卑斯地区重型交通环境和社会影响日益增长的担忧。据星岛综合报道，由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urich 衍生企业 Orbit Robotics 开发的 Helios 是一款专门针对太空站失重环境设计的机器人。开发团队认为，在没有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双脚并无实际用途，因此 Helios 舍弃了传统人形机器人的双腿设计，改以4只机械臂作为主要活动及工作工具。Helios 的最大特色是拥有4只机械臂，其中2只可抓紧太空站内部结构作为固定支点，另外2只则负责搬运货物、操作工具及移动设备。这种设计使得机器人在零重力环境下能够保持稳定，同时执行工作，避免因施力而令自身飘离原来位置。在结构方面， Helios 采用肌腱驱动系统，将马达集中设置于肩部。
再透过缆线及滑轮传递力量至各个关节，以减轻手臂末端重量，同时保持灵活的活动能力。其手肘位置也加入了滚动接触关节设计，可提供更平顺及精准的动作控制，减少突然震动对机器人及周边设备造成影响。Orbit Robotics 表示 ，Helios 的定位并非取代太空人，而是协助处理大量重复性工作，例如整理物资、搬运设备及执行日常维护工作，让太空人能将更多时间投入于科研任务。除了太空站内部应用外，开发团队亦期望未来将 Helios 扩展至卫星维修、轨道设施保养及太空建造等范畴，成为新一代太空基础设施的重要辅助。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周五5月29日在新加坡停靠的拳击手号 USS Boxer 两栖攻击舰上向美军发表讲话，谈到未来可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他表示：“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了，这给了我信心。”海格塞斯将出席周五至周日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重要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在拳击手号上，他特别加入了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黎明体能训练，并在训练结束后发表了讲话。他表示，伊朗可以选择与总统坐在谈判桌前，放弃核计划，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问题，否则就得去应对美军。他强调，这是美军准备好要做的事，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军已经准备好要做的事。在此之前，川普、特朗普总统周四5月28日曾表示，在与伊朗谈判中，美国依然掌握着压倒性筹码。他同时给伊朗划定了一条红线，即如果无法达成令他满意的协议，美军可能重启军事行动。川普总统在本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伊朗目前非常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他警告说，要么这样，要么我们就必须去彻底完成这项工作。川普还提到，伊朗的海军、空军都已不复存在，是在强弩之末的状态下进行谈判。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四也发表讲话，警告说，如果川普认定和平协议已不再可能，军事行动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据美国消息人士向福克斯新闻透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就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启动伊朗核谈判，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该计划目前仍需要川普的最终。以上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谢谢您的收看，下期视频再见。